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节目。新加坡又一次高票连任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成员国，而且得票还创下历史新高。很多人听到这个消息，第一反应可能是，这不是外交部的事儿吗？和樟宜机场有什么关系？其实关系大得很。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是全球航空业最核心的决策平台，成员国能参与国际航空安全标准、航权谈判、碳排放政策、可持续航空、所以燃料规则等一系列关键议题的制定。对一个全球航空枢纽国家来说，这就相当于拿到了在规则制定桌上有座位的资格。而对新加坡来说，樟宜机场就是国家的名片，经济的引擎，全球的会客厅。连任成功不仅仅是外交胜利，更是为樟宜机场未来几十年的竞争力提供了制度保障。首先，我们从最直接的角度说起，樟宜机场的全球枢纽地位和 ICAO 理事会席位其实是相辅相成的。樟宜机场连续多年被评为全球最佳机场，靠的不只是完美的航站楼和舒适的候机体验，而是整个航空生态的成熟度。航班密度、转机效率、地勤服务、货运能力，样样都做到极致。而身处 ICAO 理事会，新加坡可以直接参与制定国际航空安全标准、航权政策、空域管理规则、可持续航空燃料的推广计划等关键决策，这些都会直接影响樟宜机场的运营效率和国际认可度。换句话说，有了席位，新加坡就能提前知道游戏规则的走向，甚至参与起草规则，让樟宜机场始终站在全球航空标准的第一梯队。这种双重护城河，一方面提升了樟宜机场的国际话语权，另一方面也增强了航空公司和旅客对新加坡的信心，让他们觉得在这里中转运营是最安全、最高效的选择。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枢纽竞争。大家都知道，全球航空枢纽不是只有新加坡一个。近年来，多哈、迪拜、伊斯坦布尔这些新兴枢纽拼命扩建机场，开通新航线，抢占中转市场。他们的航站楼也越来越豪华，服务也越来越好。如果新加坡不在 ICAO 理事会这种国际规则平台上发声，就可能在航权谈判、空域分配、碳排放标准等问题上被动跟随。比如，如果未来国际上出台更严格的碳排放规定，新加坡就可以提前布局，避免让樟宜机场突然承担额外成本。高票连任意味着新加坡能继续坐在桌上，确保规则尽可能有利于维护开放、联通和高效的国际航空环境。这不仅是保障樟宜机场现有优势，更是防止未来被对手拉开差距，确保在枢纽竞争中始终占据主动。第三个角度，我们要看得更长远一些。未来10年，全球航空业的重点会是什么？答案是数字化、低碳化、智能化。樟宜机场已经在推进绿色机场计划，建设更高效的能源系统，还在试点自动化行李处理、智能调度、无缝安检，让乘客体验更顺畅。而通过理事会席位，新加坡能第一时间了解新兴标准，比如无人机管理、城市空中交通、可持续航空燃料使用比例等。这种先知道先布局的优势非常关键。等到标准落地，新加坡早就准备好，不用慌忙追赶，反而能继续引领全球。比如可持续航空燃料 SAF 的供应链，樟宜机场已经开始规划，让航司更容易在新加坡完成加注，吸引更多使用低碳燃料的国际航班来此起降。最后我们要讲的是软实力。这次连任得票创历史新高，意味着国际航空界对新加坡的信任感更强。对旅客和航空公司来说，这不仅仅是新加坡硬件好，更意味着新加坡是国际航空规则的制定者和守护者。这种软实力会转化成非常实际的竞争力。更多航空公司愿意开航线到樟宜，更多旅客选择在新加坡中转，
更多航空创新企业愿意在新加坡落地试点。可以说，理事会席位本身就是一个国家品牌，它让新加坡继续在全球舞台上发出声音，同时给樟宜机场贴上安全可靠、面向未来的标签。所以这次连任不只是一次外交胜利，更是一场关于未来航空枢纽竞争的战略布局。新加坡用行动告诉世界，樟宜机场不只是今天的全球最佳机场，它还要继续引领未来航空标准，做全球航空创新的试验场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对新加坡的航空外交硬实力有什么看法，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了。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，请为我们点赞、转发、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感谢观看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